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明明请好假，特地空着肚子来医院，结果到了检验科，一检师却跟你说尿液要重流，今天不能抽血哦，这份检体不合格。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有点不开心，心想不就是验个尿、抽个血而已吗？有这么严重吗？还真的有，因为很多检验结果失准，问题根本不在机器，而是在检体送进实验室之前。大家好，我是医检师 QQ，这里是小小观察大大检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检验科最常遇到的情况，有些错误真的非常常见，甚至可能让你的检查白做一次。如果你每年都有健康检查，或者家里有长辈常常需要抽血验尿，这支影片建议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里面至少有一件事你可能曾经做错过。很多人以为医检师的工作就是抽血验尿操作仪器，但在检验科，我们每天花最多时间做的一件事，就是判断这份检体到底能不能检验。检体本身如果出了问题，后面的数字再漂亮，也不一定代表真实的身体状况。先从最常见的尿液检查开始说起，很多人拿到尿杯时候，心里只有个念头，把尿装进去就好了。但光是流尿就有很多细节，最常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断尿。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一定要留中断尿？前段尿不行吗？中断尿它的目的是降低尿道口周围正常菌虫以及皮肤表面污染的机会，让送进实验室的检体更能反映泌尿系统本身的状况。如果把刚开始排出的尿液直接收集起来，比较容易把尿道口周围的细菌、分泌物和脱落细胞一起带进检体，最后可能出现细菌增加、白血球增加，甚至让医师怀疑是不是泌尿道感染。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先排掉前面一小段尿液，再收集中间那一段，这就是中断尿。讲到尿液，我几乎每天都遇到另一个问题，病人会问，不是都是尿吗？为什么有时候用尿杯，有时候又要用无菌罐？这个差很多。一般尿液常规检查，使用一般尿杯是没有问题，但如果医师开的是尿液细菌培养，就一定要用无菌容器。细菌培养看的就是细菌。如果尿液先装进一般尿杯，再倒进无菌罐，最后培养出来的细菌到底是来自病人的泌尿道，还是来自容器本身，很难判断。所以尿液培养一定要直接排进医院提供的无菌容器，中途不可以换容器，也不要转装，否则培养结果可能会失去意义。很多女性朋友一定遇过，月经来了还能不能验尿？如果不是紧急检查，通常会建议等经期结束后再采检。月经血可能混入尿液，造成尿液中的红血球增加，或出现潜血阳性反应。这时候医师看到报告很难判断这些红血球到底来自泌尿系统，还是只是月经造成的污染，最后有可能需要重新采检。所以，如果检查时间允许，通常会建议避开生理期再留尿。还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尿液其实不能放太久。很多人早上流完尿，晚上才顺路送到医院，这也是检验科很常遇到的情况。尿液放置太久之后，细菌可能开始增加，酸碱值可能发生改变，有些化学成分也可能受到影响，甚至部分细胞，例如红血球和白血球，可能逐渐崩解，最后造成进检结果失真。真的没有办法立刻送检的话，至少要暂时冷藏保存，尽快送到医院，别放到隔天甚至更久。也别放到机车车厢或汽车里晒太阳。接下来讲一种品质经常出现问题的检体——糖液。很多人以为糖液采检很简单，拿到容器吐进去就完成了。但问题来了，你吐出来的是糖还是口水？我相信很多医检师都有同样经验，收到检体之后一看，发现清澈透明，看起来跟矿泉水差不多。这种通常不是糖，而是口水。真正有价值的糖液应该来自肺部深处。医师想知道的是呼吸道或肺部的状况，不是口腔里的细菌，所以采检时建议早上起床后先用清水漱口，记得是清水，不要用漱口水。接着深吸一口气，从肺部深处用力把糖咳出来，这样的检体品质通常比较理想。讲完尿液和糖液，接下来进入大家最有感的部分——抽血。我猜很多人一定听过这句话：我今天抽了5管血，会不会抽到贫血？答案是正常情况下不会，人体血量和体重有关。一般成年人平均每公斤体重大约有60到75毫升血液。以一位70公斤的成年人来说，
全身大约有接近5000毫升血液，而门诊抽血通常只有几毫升到几十毫升，和全身血量相比非常少，所以不用因为看到好几支采血管就开始担心。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检验项目比较多，需要使用不同种类的采血管。比起抽太多血，我们更常遇到的问题其实是空腹。抽血柜台很常出现这种对话，我问病人：今天有空腹吗？病人回答有。接着我再问：那今天有没有吃东西？他就回答：只有吃2片苹果。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很多人认为2片苹果不算吃东西，但对检验来说，吃了就是吃了。尤其血糖和三酸甘油酯这类项目，只要进食就有可能影响结果。所以如果发现病人没有真正空腹，我们通常会建议改天空腹再回来抽血，这样得到的数据比较有参考价值。当然，有些病人因为工作、交通或请假问题，坚持今天一定要抽，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会抽血，但通常会在系统中注记没有空腹，让医师判读时有所依据。这样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直接和真正空腹的结果比较。也有不少人以为空腹是不是连水都不能喝，适量白开水是可以的，其他饮品建议都先避免，包括含糖饮料、果汁、奶茶，也包括无糖咖啡或无糖茶。咖啡因可能影响心跳和血压，部分检验项目也可能因此受到干扰。最保险的做法，空腹期间就是只喝白开水，其他饮品等抽完血再喝。接下来讲一个很多人抽血后都会遇到的问题：淤青。很多人抽完血隔天发现手背出现一大片淤青，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不是抽血的人技术不好？很多时候原因不一定在这里，我比较常看到的是，病人抽完血走出抽血区不到1分钟，棉球就已经丢掉了。有些人甚至会一边走一边把棉球掀起来看止血的没有，结果每看一次伤口就重新出血一次。还有一些人喜欢一直揉伤口，觉得这样比较不会痛，结果反而让血液渗进皮下组织，隔天就出现大片淤青。抽完血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压对位置，持续加压，通常建议5到10分钟，中途别松手，别偷看。并不是所有的淤青都代表没有压好，如果本身有凝血功能异常，或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例如 warfarin， 淤青范围本来就可能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不一定和抽血技术有关。真的出现淤青的话，前48到72小时以冰敷为主，之后再改热敷，大部分的淤青都会慢慢吸收。接着分享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状况：显影剂。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病人，上午刚做完电脑断层，打完显影剂，下午就拿着抽血单来报到。我看了一下检验项目，并不是急件，所以我跟他解释，显影剂并不会影响所有检验项目，但某些检查，例如部分肾功能相关检验或是甲状腺相关检验，可能受到影响。既然不是急件，我建议他回去多喝水，让显影剂代谢掉，隔一天再来抽血。与其今天抽出一份可能会受到干扰的报告，不如等身体恢复到比较稳定的状态再检查。最后来聊聊粪便潜血检查。这几年很多人都做过大肠癌筛检，常常有人问，检查前到底能不能吃牛肉，能不能吃猪血？网络上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两边都可能是对的，要看用的是哪一种检查方法。以前比较常见的是化学法粪便潜血检查，这种方法可能受到红肉、动物血、部分药物甚至维生素 C 影响，所以需要饮食控制。但现在国健署的大肠癌筛检主要采用免疫法粪便潜血检查，利用抗体辨识人类血红素，通常不会受到牛肉或猪肉影响，所以一般不需要刻意禁食红肉。不过不同检验方法可能有不同要求，最准确的方式还是依照医院提供的采检说明进行。另外，如果采检期间刚好遇到月经来潮，或者是有明显的痔疮出血，建议先询问医师或依照医院提供的采检说明进行。讲了这么多，检验科真正花时间的工作，不是操作机器，是确保送进机器的检体是对的。Garbage in, garbage out， 送进去的检体如果是错的，再好的仪器也救不回来。检验结果不是送进仪器那一刻才开始，自从你准备采检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学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家人朋友，尤其是家中常常需要抽血验尿的长辈，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曾经遇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采检经验呢？
我是医检师 QQ，这里是小小观察大大检验，我们下次见。